在气候变迁下，小嘅本人看作係較耐寒嘅關鍵作物。其實台灣頭擺有記錄嘅傳統小嘅品種就有200種。在現在無為加東普及，韓國生活環境出現嘅變化，小嘅就天天呢卡無受到重視。聯合國同2023年定做係國際小嘅年，連帶帶動台灣對小嘅嘅復育有更加多嘅行動同關心。不過小嘅種出來嘅，讓嘅本後生邊嘅人，第一讓嘅利用，讓嘅食，行嘅係保種、留種過後當重要嘅課題。記者宋英娥同蔡一聰帶人搶下去前街坊。拿出小嘅向部落嘅老人家請教，也對小嘅從業很用嘅講嘅。野中山大學社會學內處理教授把清雄，按多年來深忙推動復育原住民嘅小嘅文化。2022年韓體讀博士班畢業，同台灣農業內教授郭華健發起嘅小嘅歸入卡嘅行動。對美國種園區全歸96種台灣原生種嘅小嘅，特別帶到11個部落來復育。那老人家看到自己的種子，他都會講說：我以為我進到棺材再也看不到我以前熟悉的小米，所以聽得都很感動。接下來帶過來嘅200粒小嘅葉，一般送到部落來種，一般係送到農試所種園區保存。因為當時那個美國送的那個種子是200粒嘛，然後郭老師說怕，因為現在整個氣候環境變化，萬一說你200粒一次送到部落，萬一失敗怎麼辦？還要再跟人家要，所以他就做了一個動作，就是我們把它分一半送到那個種園庫，一半送到部落去。長種漁民呢，就是說種子比如說在原民的手上啊，或是在一些私人的手上呢，他們一直的去繁殖種植它。那這樣的種子呢，這樣的作物呢，它就會隨着氣候的變遷一同去馴化。那放在種園庫的種子呢，就會一直保存它原始的一個遺傳特性。所以這兩個方法在保種上是相輔相成的。那種園庫呢，就是把這個農民的品種拿來做長期保存，保存個這個100年、200年、300年都不會變。但是呢，它的來源就是要農民不斷的去做保種的工作。那農民做保種的工作呢，才會有新的種源出來。那特別是在現今這個氣候變遷的年代，那你這個經過了10年、20年，那個氣候都不一樣了。這一些農民手上的這個種子呢，都是最能夠適應當時候的氣候的。那這個是這個種園庫沒有辦法做得到的。保種其實係對抗氣候變遷最重要嘅條路。聯合國大會韓國團2023年建造國際小嘅日，理由係小嘅嘅遺傳多樣性，該要適應生產環境，提供均衡營養嘅食物。特別對部落小農嘅生活同糧食刺激都有幫助，來做到以下項嘅永續發展嘅目標。也咪帶動嘅台灣對原住民小嘅文化嘅復育，有很高度嘅關心同行動。不過把清雄咪發現，傳統作物愛種多種來，唔單淨係種出來都好，韓國重要嘅係愛同文化有關。當時這些小米因為部落有很多產業化。所以他們就覺得說小米也賣不出什麼一個東西來，所以這個有被忽略到。在霧台為什麼那個小米還能夠被持續的維護？它有一個很關鍵，就是它連接文化，它這個文化一直在啊。那你文化在，你要小米啊，你就要認真去種小米，所以它這個變成是扣在一起的。你如果只是說它又不吃，也沒有文化，我跟你講哦，計劃完了就沒有了。長期研究原住民文化，特別推動神農教育嘅清華大學副教授張飛奇，就睇屏東嘉平部落策劃嘅小嘅大地創作，為大家韓國認識無窮樣嘅小嘅豐美。那兩百我哋部落是係種出
19种的开发原生种的小米，那2种糯小米、2种梗小米，开发出几项创新的料理。做嘛用心做，两下的人哈，生发是好好，是好上来好多变化。那哪还你做开发出了多变化？更重因是咪提到讲，你做得来种了多哈大种豆，因为你个串烫佢会容易啊，自然哈了到保种是咪的？你比如讲品种时的生发度哈，你打下来利用佢是本保留下来的。种子生发节小嘅论坛，未来讨论有关小嘅实测。前美国部落屯小嘅家度，现代实测俾很多专家来分享。从也高峰式嘅来集中，每家为小嘅去做，我本人想唔到。也因为我是身为泰雅族人，然后我们从老人家的一个传统手艺酿酒的一个技术里面去发掘到酿造的一个部分，然后我们就自己突发奇想，如果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种的小米，然后经过酿造的一个部分，加上朝天椒无油无盐的健康形态底下，我们就做出了全台独一无二的小米辣椒酱。没有屏东太府咖啡庄园嘅业者们多。屯菜地经济作物咖啡，屯老人家作为小嘅酒嘅合用下，做出几杯改时尚嘅小嘅酒咖啡。那因为这个咖啡我们特殊有处理过，它比较重的发酵，带出有这种水果的熟度来，然后再加上我们小米酒的微甜感，那它的风味呢，就是有点咖啡香气带点气泡酒的感觉，这样子。对。推动康淡普落来嘅主干，係點出本農族傳統嘅小嘅釀藝師，環境嘅泡小嘅該商業注意。因为主要是可以让大家知道，小米这件事，小米这个植物在台湾所的原住民几乎是都有种植的，那各个族群都有不同的小米的故事，所以像是布农族也有不同的小米的故事。那过去我们布农族是怎么吃小米？透过这种论坛，其实大家可以彼此了解，而不是只是活在自己的部落里面。然后大家可以彼此了解之后，未来其实这个台湾在推广小米这件事情是会非常容易的。播种农作物种出来过后，按样来从将来连接的道路，也台湾可能就睇10分就好。推動晚世節2023年代，揾到台北發生文創日起來盼，30組料理業對播種流種來問嘅，攀上高音潛出傳統，而本民眾來上看下，推動三會之間將來本是嚟到嘅東西。因为在我们这几年台东慢食节的路程，2017到现在，我们发觉保种的重要性，也就是台湾早期很多原生的物种、原生的食物，是我们自己忘记它们了，所以我们回到土地里去找，透过我们自己天然的方式来呈现出它的样态。一颗种子的消失，其实代表的是餐桌上一种风味的不存在。越多的种子消失，其实是我们这块土地的多样性岌岌可危。所以这一次未来餐桌，我们邀请大家从传统中去思考，保种是我们很核心的运动，很核心的精神。所以大家这次也把有一些店家努力的找回过去消逝的品种，重新把它再用食物、用料理来呈现回来。用药来种小嘅土串，140到2種調味，分別係咖啡黃糖、葉葉幫油芒嘅黃小嘅，還有搭配小嘅用鹽粉肉、布農泡菜嘅泡小嘅。料理主廚基本個就係要幫大家來認識布農族傳統嘅泡小嘅，未希望長期冇本人從事嘅泡小嘅，會在個軌道部落去種。但是在这一次的餐桌里面，我们特地从别的部落调了白色小米，然后就是为了要让大家知道说，原来小米它是非常非常多的种类，有脱壳之后它会有白色的颜色，再来是黄色的颜色，所以这其实都是希望大家能够对小米有更多的认识。
然后也是让族人知道说，哇，原来白色小米它是被重视的。被重视之后，我们就会再重新大量的把它种植回来，这是我们未来想要做的事情。因为小米嘛，也不懂什么小米嘛，所以看见按亮嘛，看见亮，那奇怪，没听过，啊，就买了去哦。因为它这很特别，它就是小米的，就是炒它就有点 Q 软弱的口感，然后它还会有那个野菜的炸物，然后它还有送一个这个，就是他们自己别了一个就是小米的种子，就可以自己在家种小米，我觉得很可爱。小米酒，对，小米酒粕，当然没有酒精哦。江楚杜康各种调味嘅烹饪糕，面看起就上海式，也都都係用熟嘅，甚至係熟嘅酒糟來做嘅，食起來比一般嘅烹饪糕含更軟、含更香、更好食。因為其實小米，它快要消失不見了，所以我們就希望把這個東西延續下去，有使用它，有購買它，小農它就繼續種下去。法式千層酥現地位將落去提名嘅地位幫油膜，一個經典油膜千層酥對酥皮醬到幫油膜，其實大行都用到做工冇相同嘅油膜，做出芒式油果按特殊嘅風味。因為油芒它顧名思義，它就叫油芒，所以它的植物油非常的多，所以植物油在多的那個當下，我們在烘烤千層酥，它就很容易讓千層酥破了。所以我們就要用比較輕柔的方式，或者是用一些技巧，讓這個千層酥可以完成。呢邊應該有食到嘅油芒做嘅甜點，油芒千層酥，那吃到嘅凍很特別。那個米西是我從來沒有吃過的，甚至我沒有辦法想象說，油芒做的安妞，哇，很法式，然後跟我想象就傳統的作物，傳統的味道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我覺得蠻自己的味道在這邊有被打開，然後可以在這個台北地方去借由吃一個東西去了解台東，快要消失的東西，快要不見的作物。除了做工複雜嘅法式千層酥，油膜被拿來做簡單嘅烹。我覺得最簡單的東西就是最傳統的智慧，用這樣的智慧去面對未來的每一步。所以我出了一個簡單的麵包，極為簡單，讓所有的材料混在一起，就可以直接烤成的一個麵包。台灣鐵油種烏油，喺睇推動慢食店家嘅書行做出嚟新嘅樣式，望出小碌碌嘅烏油小酒嘅，改變你一般人對烏油嘅傳統印象，食材係貴新式。燒酒雞沒有了不起，最了不起的是那個凍，愛玉凍本身是在米酒裡面搓出來的愛玉，所以今天販售的愛玉是燒酒雞的酒加酒味的愛玉凍，它是酒加酒，嘿，這樣的一個呈現。熟嘅油膜、烏油也到台灣鐵油嘅原生種食材，喺台東慢食店家嘅書行重新做出新時代跨族群都接受嘅料理風味。按好嘅製品，其實變得對抗氣候變遷、播種流種嘅重大議題。我們不會一直用說教的方式去跟消費者說，就是要這樣子才能抵抗氣候變遷，因為大家沒有辦法接受。可是我們用很漂亮的食物、很好吃的食物，然後讓大家覺得，好好吃的，這是什麼？好漂亮的，這是什麼？就先引起他們的好奇心，然後我們再跟他分享說，這就是我們布農族傳統的油芒。對，那大家開始有印象了，一次兩次，他來過3次慢食節，他一定會記得油芒，他一定會記得小米。對，所以剛剛等店家啦，還是料理人做料理給你，如果可以去探索，多認識這些保種的食材，然後把它變得很好吃，那個客人可以支持這個店家做壓榨好吃的食材的料理，然後店家再去跟這個農友買，那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子吃系統。傳統前都有熱情，將來就做得行到有意義。料理人對傳統食材文化度得到靈感。
纯保种流种嘅农作物，做出一片又一片好食嘅材料，望到消费者嘅面頭前。在個本大家看到台灣原生物種有機等值有一有加出嘅，加進消費者料理人、工種人形成佢哋歸戶嘅支持系統，其實就成功看等嘅愛等大家將來十分作風嘅風景。